各位舒肤机械小教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肌肤监测的宋凤医师，专讲科学证据的皮肤科医师。那今天我们要录圣诞节特辑，中元节特辑这样。不是，也不是。那旁边这个女人是谁？那就是中秋节特辑，这样对了吧？对。中秋节特辑，我们特别请嫦娥来帮我们发月饼这样。那今天要告诉各位，吃了月饼以后，如果得了荨麻疹，或者秋天洗澡洗得太热，身体痒怎么办？那这样要开始了吗？开始。嫦娥来了来了，我们就要先谈月饼。你知道中秋节，每次都要讲错。中秋节吃月饼最可能发生的疾病是什么？就是以肠胃科来说，就是闹肚子嘛；以皮肤科来说，就是闹肚子后的荨麻疹。来，荨麻疹，荨麻疹荨麻疹在中医叫风疹块，其实风疹块的风就是来来去去乱七八糟的意思。荨麻疹其实是一种体内的过敏表现就是我们有一集荨麻疹在这里，大家应该有看过，就是香菇、竹笋、牛奶、花生、芒果、螃蟹、虾、牡蛎、蛤蜊、生蚝这样。那我的病人常常不记得，我跟他说我告诉你来。就是有带壳的海鲜跟带毛的植物，还有就是酒跟奶这样就是4个了那荨麻疹这个东西就是起起落落，你很难讲反正荨麻疹有兴趣去看我们荨麻疹特辑。第二个就是秋天来吃中秋月饼以外，你还会跑去什么？就是晚上嘛，不是去干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去洗温泉嘛。洗温泉你就会有为什么洗完温泉要放你就会有脱脂性皮肤炎脱脂性皮肤炎，我们经常说是老人病可是其实因为现代化，很多人喜欢洗温泉，洗完温泉以后，他或者没事，你知道我有很多病人，明明身上干净的不得了，他就一定要这样搓，反正我们身上就那一层皮脂膜，你把它搓完，它就太干了那这种太干的情况，我们就叫脱脂性皮肤炎。脱脂性皮肤炎跟你脸上的敏感肌其实逻辑是类似的，就是你喜欢把脸洗得很干净，你就很容易皮肤受伤；你喜欢把身体洗得很干净，就很容易皮肤受伤。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问题呢？秋冬跟春天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疾病，就是在这边真的好，现在是换就是嫦娥身上不是嫦娥前面有一块圆圆这个叫做玫瑰糠疹。玫瑰糠疹目前的原因不知道，但是玫瑰糠疹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是第一个，我们怀疑它其实跟病毒有关，就是通常是在发烧啦、感冒莫名其妙病毒感染之后，然后就身上起了一块一块的疹子。然后这种疹子跟传统的病毒疹又不一样，一般传统病毒疹会在手掌心跟脚底，那玫瑰糠疹很有趣的是，它通常会在腰后面出一块我们叫先驱斑，就是这块东西，然后那块东西还蛮大的大概差不多5公分10公分，然后完了以后就身上长疹。那我们现在讲完了你可以预防的，现在就讲你不能预防的。来，最后一个，这个看起来就很恐怖这个就是肝癣嫦娥可以放下来，不要抢我的镜头，我才是主角，看这里。就是你看到肝癣，在我们西医叫肝癣然后在传统的中医叫银屑病然后一般老百姓称为牛皮癣。牛皮癣其实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做法，可是慢性湿疹也会出现后化的苔藓现象，我们也称为牛皮癣肝癣是一个皮肤的角质过度增生的现象，然后它就是不会好所以肝癣这种东西，它会在秋冬，因为皮肤干燥时，它更觉得发痒，然后病人会觉得困扰。所以基本上听来听去，你就知道秋冬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第一个不要乱吃嘛第二个就是秋冬会感冒所以就会发一些玫瑰糠疹第三个就是洗澡简单一点，因为洗澡太过分你会干燥，同时肝癣也会发作。秋冬的照顾，所有的照顾都是全人照顾那全人照顾很简单，就是体内体外嘛。那体内我们就是像再秀一次，就是香菇、竹笋、牛奶、花生、芒果、螃蟹、虾、牡蛎、蛤蜊、生蚝，还有酒这样。字幕组这次没崩溃，对吧？可是呢，体外照护就比较困难简单讲，你没有油怎么办？那问一下嫦娥，没钱怎么办？没钱就这样，对嘛没钱你就去赚嘛。所以第一个没钱你就省着点花嘛，然后没事去赚嘛，来点外快嘛。什么叫省着点花？就是随着年纪增加，你的皮肤的油脂会渐渐减少。所以呢，随着年纪增加，通常女生超过25岁，男生超过30岁，我们就不准他去洗温泉了。那偷偷跑去洗温泉的不干皮肤科的事
然后不要浸泡，不要搓揉，不要洗得太干净，不要用皂哈，这样子。然后体外呢，就是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就要去赚嘛，所以不得已的时候，你就要擦点那个保湿乳液嘛。那保湿乳液其实是有选择，我们之前也谈过保湿乳液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这里哦。你知道那个月宫寒冷，我们的兔子各位可以看到，它都已经从长毛兔变成短毛兔了。所以关于那个缺油这一段要怎么补充油脂，大家知道有讲究。我们来问一下玉兔。最懂补油。哎，这个很简单，这个跟各位讲一下哈，就是我们以前也拍过这一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里啊。这一集的部分谈的就是说，在一般的保湿乳液里头，特别是脸部保湿乳液，它会给一点那个矿物油。那我是医师，我不是制造商，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油我们做起来它的那个毛孔就会堵塞，有些油它做起来毛孔就不会堵塞。所以如果你要用安全油脂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的，所谓的安全油脂是它长期使用的时候，它的累积剂量不会堵塞毛孔。你的用油的目的是补充你越来越少的油，对吧？结果你把你自己毛孔塞掉以后，你不是自私欲焚吗？对不对？你不是饮鸩止渴吗？我这样有没有很懂那个成语？非常懂。你看我们小学国文有考95分哈，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你要补油的时候，请你注意保湿乳液在用的时候要很小心。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以我个人的经验，我会建议你用食用乳液啊。搞错了，再来。食用油脂啊，那像我自己的儿子，我们就给他用点那个椰子油之类的。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集花了很大价钱。从月球请来嫦娥跟玉兔这样，然后既然都请来了，当然不能浪费钱，我们请嫦娥讲话好了，玉兔反正只会跳。院长要不要吃蛋黄？才不要，才不要，才不要。那不然玉兔吃好了。你们这样子很僵硬，这样我就演不下去。如果你们觉得想要看那个玉兔继续喂嫦娥，嫦娥继续喂玉兔，那我们就点赞、订阅、分享，然后我们就往下一集走这样。好。拜拜。哦，真的很硬，真的很硬。